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富山海大结局，李晨舟毒发身亡，萧秋水力战二哥却气血枯竭。萧明明殉道，虚拟世界吹剑独行的彩蛋究竟预示何种江湖重启？9月26日晚，由程毅主演的古装武侠大剧《富山海》在腾讯视频、爱奇艺双平台超点大结局上线。当晚在线观看人数突破600万，微博话题"富山海大结局"封神迅速登顶热搜榜，引发全网热议。剧集开播以来，凭借独特的虚拟与现实交织的设定，以及程毅一人分饰三角的高难度表演，始终话题度不减。而随着结局的揭晓，三大男主悉数下线，配角相继殉道。江湖化作一片白茫茫的荒凉，观众在震撼之余，也留下了无尽的唏嘘与泪水。权力帮帮主李晨舟，毒酒与孤雪的终局。大结局的第一重刀落在权力帮帮主李晨舟身上。作为江湖中叱咤风云的霸主，他表面上意气风发，实则早已被皇权钳制。皇帝每月赐下的御酒，实则是慢性剧毒，10余年来侵蚀骨血，令他早已病入膏肓。在北荒设下的陷阱中，吴将军被挟持，妻子赵诗荣惨遭三官王暗算。李晨舟带领权力帮弟子奋勇驰援，却终究赶不及，眼见赵诗荣奄奄一息，他扑向妻子，紧紧相拥，二人泪眼对望，留下人生真是寂寞如雪的叹息。伴随着这句道尽全力孤绝的绝唱，夫妻二人同赴黄泉。更催泪的是他与弟子柳随风之间的师徒情谊。柳随风为报知遇之恩，愿以药人之身延续师父寿命，却被李晨舟毅然拒绝。最终，他趁师父不备，以血肉之躯吸尽其体内毒素，换来李晨舟片刻清醒，自己则笑意盈盈地闭上双眼。弹幕瞬间刷屏，夫妻同学，师徒同训，一幕幕将观众的泪点彻底击碎。李晨舟的死，不仅是一个江湖霸主的落幕，更是一种宿命式的牺牲。他以每月饮毒的隐忍，书写了江湖人最沉重的大义。萧秋水击败二哥却气血枯竭，宿命的讽刺。作为浣花剑派三少主，萧秋水身上背负着最沉重的宿命。他原本是现代程序员，萧明明的穿越化身，一心想改变父母被害的悲剧命运，却一次次无力挽回。剧情在大结局迎来最震撼的真相，浣花剑派灭门惨案的幕后凶手，竟是二哥萧开燕。这个看似最没有存在感的兄长，实则暗中修炼禁忌的忘情天书，亲手弑父杀母，还嫁祸权力帮，最终将整个门派推入血海。在庆功宴之战，萧秋水集全身功力，以北斗七星剑阵与二哥生死相搏，终于将其击败。然而胜利的瞬间，他体内因修炼忘情天书而埋下的反噬爆发，气血枯竭。只见他跌坐在地，手握酒瓶，脸上带着一抹苦涩的微笑，缓缓死去。唐芳原本喜极而泣，却瞬间泪崩，两人的情感故事戛然而止。更令人心碎的是，姐姐萧雪瑜早前为护弟，被二哥亲手掐死。她身着红衣，手中紧握天下英雄令，终究未能亲手交给弟弟，家破人亡，亲人相继离世。萧秋水一生，我明明知道结局，却无力改变，仿佛是对整个江湖宿命的最沉痛控诉。萧明明，虚拟与现实的双重殉道。如果说萧秋水代表的是古代江湖的宿命，那么萧明明则是现代虚拟世界里的殉道者。他意外发现上司李楠竟是国家间谍，在对峙中双双穿越。李楠在古代化身为萧开燕，继续作恶，而萧明明则化身萧秋水，是要阻止悲剧。然而现实中，当同事告诉他李楠已死，来不及接受审判时，
萧明明心中最后一丝执念也随之崩塌，心率骤降，急救无效。在虚拟世界的最后时刻，他以程序员的身份完成了终极逆转。他用最后一行代码，将幻花剑派覆灭改写为江湖重生，自己化作无数数据碎片，消散在虚拟长空。那一幕，既是技术人的浪漫，也是他对兄弟最深情的守护。跨次元的决战里，萧明明改装投影仪瘫痪反派火炮，萧秋水以北斗七星剑阵共振。两人隔着次元裂缝嘶吼：“我命由我不由输。”程毅边吐血边笑叹：“终于不用改方案了。”观众纷纷留言：“这一幕虐到封神。”4. 彩蛋：吹剑独行，江湖是否重启？3大角色接连殉道后，剧组在最后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彩蛋。画面中，白衣萧秋水独自吹剑，背影孤寂却坚定，仿佛踏上了新的江湖旅途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有人解读为萧明明死前的幻念，是虚拟世界的残影；也有人认为这是小说世界的重启伏笔，预示江湖将再次展开。导演刻意留白，让富山海大结局封神的话题持续发酵，观众讨论热度不减。5. 配角的悲剧与人性讽刺。大结局里，不仅主角悉数殉道，配角的命运同样令人扼腕。萧雪瑜、红衣赴死，手握英雄令，临终未能完成托付。燕狂徒、刚与兄妹通过胎记，金少子相认，不久便双双战死。唐芳为父报仇，亲手杀死唐宋、唐晴，却被仇恨吞噬，几近疯魔。柳随风与宋明珠，曾经的反派，却在真相大白后选择退隐，成为少数得以圆满的人。所谓名门正派，却在剧中被层层揭开虚伪面纱。唐门为权力手刃亲人，幻花剑派大哥无能暴躁，二哥更是阴险残忍。与之对照，所谓反派柳随风却用牺牲换来救赎，反衬正邪的复杂与荒谬。结局播出后，观众反应呈现强烈的两极化。支持者认为富山海用极致的悲剧诠释了侠义精神，李晨舟的毒酒之殇，萧秋水的宿命抗争，萧明明的双重殉道，都在诠释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这种撕碎宿命的勇气，让人感受到武侠精神的回归。反对者则批评过度虐心，尤其对全员下线的处理颇有微词。有人调侃：开局一群人，结局一堆坟，更有人直呼太绝望，不敢二刷。然而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部剧通过现代思维解构江湖，赢得了年轻一代的共鸣。萧秋水以职场摸鱼术智斗权力帮，萧明明以舆情战打破反派联盟，都让网友感叹古人原来就是自己。富山海的大结局，其实是一场关于命运抗争与侠义牺牲的预言。李晨舟选择以毒酒之身守护家国，萧秋水即便明知无力改变，仍要奋力一搏。萧明明在虚拟与现实间以生命殉道，他们的牺牲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当命运如算法般冰冷无情，个体是否只能沦为棋子？或许真正的答案在萧秋水的那句话里：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江湖的刀光剑影终将消散，但为义而生，为义而死的精神将成为永恒的传奇。富山海用一个极致虐心的收尾，为2025年的古装武侠剧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让人泪目，也让人思索：江湖的存在究竟是刀剑与权谋的对决，还是人与命运的搏杀？结局虽悲凉，却正因这份彻骨的孤勇，才让侠义显得更加纯粹与不朽。